大家好，我是龚一敏，又见面了。这个系列是关于开源的 AI 物体扫描系统。之前提过好几次可微渲染，现在我们就真正开始看看能用它来干啥。既然要讲可微渲染，就得从渲染说起。一句话来概括，渲染的输入是一个 3D 场景，包括几何体、光源、材质等信息。输出是2D 图片，有渲染就有逆渲染，它的过程正好相反。输入是2D 图片，输出是推断出的 3D 场景的各个参数。那么可微渲染就是这两个东西，通过可微的过程结合起来的一个框架。首先有个 3D 场景，通过渲染得到图片，接着就可以和目标图片比较，通过逆渲染的过程优化 3D 场景的参数，再开始新一轮循环，渲染这个优化过的场景，再比较，再优化，直到和目标图片的误差足够小。可以看出来，这里的优化试图让渲染结果和目标图片更接近，不能像个没头苍蝇一样随机调整，那样没法持续接近，得知道个调整的方向。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梯度了，也就是说，渲染不但要把场景变成图片，还需要计算场景每个参数的微小变化对渲染结果的影响。这样一来，优化的时候就知道让梯度下降的方向，也就是让两个图片接近的方向。第二个关键点就是神经网络里的反向传播算法了，把渲染输出的图片和目标图片比较，得到 loss， 梯度反向传回输入参数上，从而完成闭环。对，这个过程就是 PyTorch 或者 TensorFlow 里的 AutoGrade。所以说，可微渲染根本不是渲染，渲染只是它流水线的一部分，而且不是重点。逻辑上的话，它应该叫可微优化，这才是它真正做的事情。显然是不懂渲染只懂视觉的人起的名字。举个使用可微渲染的例子，手势识别，通过手的图片知道是什么手势。10多年前我做手势识别的时候，每一帧都需要搜索所有手的位置和关节角度组合，那会是一个很大的空间，所以速度很难提高。后来有了可微渲染，就能知道图片和手的位置与关节角度的关系，就能通过梯度下降得到一个优化的方向。这样只要一定的迭代，就能得到很好的参数。有了概念，就来看看实现。长期以来，可微渲染都需要用软件渲染器来实现，而不是硬件里的光栅化。软件光栅化可以更精确地控制渲染过程的每一步，从而保证每个步骤都可微，不然没法确保能够计算出参数的梯度。软件渲染器还有个好处，在每个位置可以获得任意的信息，因此能更精确地处理细节和边界情况。不可编程的硬件光栅化就只能在 PS 里获得当前像素的信息，这会影响梯度的稳定性和准确度，从而影响优化的过程。当然，这里的软件可以在 CPU 也可以在 GPU 可编程流水线上实现，只要不是硬件光栅化就算。到了 NVDiffRest， 终于有用 GPU 硬件光栅化来做可微渲染的了，效率更高，能耗更低。NVDiffRest 提供一组基础的图形操作，非常小，但是独当一面，包括光栅化、差值、纹理映射、抗锯齿。这部分可以用 OpenGL 在硬件流水线上实现，也可以用 CUDA 软件光栅化器实现。顺便说一下，文档里说增加 CUDA 软件光栅化，是因为 Linux 上有可能只有计算，没有 OpenGL。然而实际上他们并不知道的是，即便在 Windows 上，像 A10 这样的设备， NVIDIA 也可以只卖计算的 license。这样就会出现即便硬件是完整的，也只能跑 CUDA， 建立不出图形渲染设备的情况。这时候也要用 CUDA 的。除了这些基础的渲染操作，网上还需要 AutoGrade 的部分。通过接入 PyTorch 或 TensorFlow， 它可以计算渲染过程中每个像素对应输入的梯度，从而知道往哪里优化。当然 NVDiffRest 实际上是有一定近似的，比如三角形边上的连续性就不总是准确的，但使用上不是问题。神奇的是，这么些年来，但凡用硬件可微渲染的，就一定会用 NVDiffRest， 没见到有人做真的开源替代，不知道开源精神哪去了。那么我们这个系统要怎么用上可微渲染呢？原先提过，经过我们的流水线，一些照片产生了一个 mesh。之前做纹理投射的时候发现过，把 mesh 投射回照片的视角，可以看到形状上还是有点区别的。所以如果我们用可微渲染，把
把照片作为目标图片来优化这个 mesh， 使它尽量贴合照片，就能得到质量更高的 mesh。 好了，那就开始做一些实验。用 NVDiff-Rest 搭一个框架并不难，照着它的例子来做就行。这里的目标图片来自于畸变校正过的图片，以及 mask 生成器得到的 mask 和区域。对区域那件事情，不光能用来优化 mask 的边缘，还能在这里用来把图切出来。渲染的矩阵来自于纹理投射时候推出来过的 View 和 Projection 矩阵，以及 Viewport 偏移量。然而很遗憾的是 ，NVDiff-Rest 的渲染不支持 Viewport， 所以只能渲染出全图，再切出来一块用，实际上浪费了大量的计算量和显存空间。反正之后自己肯定会写一个可微渲染的库，到时候一定要优化这个。当然，直接这么写，实验结果并不好 ，loss 一直在上升 ，mesh 一直在爆炸，并没有优化的意思。既然关键在于梯度，会不会是间断点，也就是三角形边缘造成的？毕竟这个才是光山化里最难可微的。按照这个直觉，加入抗锯齿，再把目标图片降采样，这就行了。现在虽然速度慢了很多，但好歹 loss 可以下降。不过这结果也是特别奇怪，把优化前、照片、优化后排在一起，可以看到经过优化，轮廓好得多了，可以和照片对上。但是整个 mesh 惨不忍睹，三角形都交叉到一起去了。死马当活马医，把优化器从 Atom 换成 SGD， 这下好得多了，轮廓很接近照片，同时 mesh 没有那么糟糕。然而这样的结果还是无法使用，这哪是优化？那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变差。首先，我们的 mesh 是流水线末端经过展 UV 和纹理投射之后的 mesh， 因为 mesh 的形变在纹理投射的时候已经有一些歧义，看罐子口好几个叠在一起，和照片差别很大。经过可微渲染优化会把这块拉过去，但如果纹理不变硬拉几何，那一定会出现形变越来越大的情况，除非几次循环甚至每次循环都重新投射纹理，才可能好些。那要么换个思路，在贴纹理之前就用可微渲染来优化几何，但这样的目标图片从哪里来？之前说过 SFM 生成的深度质量并不高，没法用来作为优化的目标图片。另一方面，我们如果只用照片的颜色信息来算 loss， 一个顶点在深度上是多少都没有影响，所以束缚不住几何形状。如果能有 normal 同时拿来算 loss， 就能让表面细节好得多，不会这样坑坑洼洼。还是那样， SFM 来的 normal 同样有质量问题，没法用。再进一步，如果看照片里罐子的边缘有很强烈的反射，这会让 loss 出现偏差。如果有个 delighting 的步骤，把光照去掉，也能好得多。这些组件都得一点一点做。那么，如果把流程改成，先用前两期说过的 Moji 生成高精度的深度和 normal， 把这些信息作为目标图片拿去优化 mesh 本身，再把照片拿去贴到优化后的 mesh 上，可能会变好。那就先来探索一下 Moji 吧。况且，即便 Moji 不能产生目标图片，也总能换掉粗糙 mesh 生成这一步嘛。那么先暂停一下可微渲染的开发，下一期先来探索 Moji。欢迎继续收看，再见。